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超获星战记。这款游戏大家小时候玩的时候应该叫做变形坦克。我第一次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刚刚那个开场就把我惊到了，这竟然是一款1988年的游戏。这款游戏的系统十分丰富，地图也非常大。但是有一说一啊，我要吐槽一点，就是它这个坦克操作起来实在是不是很，怎么说呢，手感不是特别好。这个坦克有一定的惯性，所以操作起来有的时候跳跃啊、移动啊，你就感觉不是得心应手。游戏的难度有一些，但最大的难度来自于迷路啊。这个地图比较复杂。现在咱们下车了，下车之后呢，这个人物移动要注意一点，因为它有掉落的伤害判定，如果从高处掉下来容易摔死。好，咱们进入到了室内。那第一关呢，一共有5个室内场景，这5个室内场景其中有1个有 BOSS， 另外4个其实可以不进。但是呢，我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，那第一关的其他场景我也是要进的。H 枪闪电 ，H 的话是战车的燃料，现在还没有用，第3关过了之后有用。闪电呢是战车的一个副武器，可以让战车向下劈出闪电。刚刚吃到的那把手枪是加强人物的武器的性能的，也是有等级的。P 呢就是力量 power， 那就是血量。血量的话分为人物的血量和坦克的血量，吃 P 都是加的。这个 P 会给的很多，所以这个游戏呢，血量不是主要矛盾，主要矛盾是你需要找到路。好，现在满血了，进入第2个室内空间。大家注意我的枪的等级，现在已经到了2级。升满的话，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这个游戏没把枪升满过，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3级的枪了，现在是满级枪的性能非常好，但是大家要注意啊，就是人物移动的时候呢，这种俯视的场景人物是跳不起来的。大家可以想一下超级魂斗罗的第2关，对吧？就这种上帝视角。哎，刚刚吃到了一个闪光的皮，那闪光的道具加的比较多了，计量表的话可以加4格。人物还有一个手雷，按另外一个键是手雷。手雷的话和你的枪比呢，攻击力高，但是射得近，射程比较近。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场景、不同的 BOSS 来使用。现在我去第3个室内场景，这个场景在水下。P， 咱们现在满血啊，还给了不少 P， 哎，从我头上跳过去了，这胯下之辱啊！这水母很讨厌。第1关的 BOSS 好像就是一个巨大的水母吧？这就是手雷，手雷打 BOSS 还是比较好用的。这个场景这儿呢也就到头了啊，咱们可以在这儿捡一点枪。还有导弹之类的。好，现在咱们吃到了4级啊，这个武器分叉了，已经分叉了。这个怎么等级越高身体越不好呢？那有个导弹 H， 带 H 呢代表它是跟踪的，不带 H 呢就是普通的。战车的副武器一共3种，一个导弹，一个跟踪导弹，还有一个向下推的闪电。闪电应该是最鸡肋的了吧？本作呢一共有8个大型的区域，去往下一个区域的时候，你需要拿到关键的道具，这点其实有点类似于恶魔城这种，需要拿到能力你才能往下一个地方去。但是呢，它的地图的自由度比恶魔城要稍差一点，就是这几个大区域分的还是比较清晰。
咱们现在第一关就是第一个大区。那毕竟大家想一下这个游戏的名字《超惑星战记》，惑星呢就是行星的意思，所以说一个行星有8个区域，也能够接受是吧？所以这款游戏的流程会非常的长，我大概会分个2到3期给大家录制吧。第一关为了演示这些室内场景呢，可能会打的比较久，要打10分钟左右，整个第一个区域。第一个区域可能也是很多小伙伴最熟悉的一个区域了，因为越到后面呢，可能玩到的小伙伴就越少了。我现在去的第4个室内场景，可能去的小伙伴比较少。它在这个地方。那坦克状态是不能爬墙的，是不能爬楼梯的。不应该说不能爬墙，因为后面你会吃到道具，它也能爬墙。这里应该是有一个闪光的枪的，咱们吃到那个闪光的枪呢，枪就升满了。真的，我打赌啊，很多小伙伴玩这款游戏枪都没能升满。但枪升满了之后呢，它有一个弊端，就是呢你不能掉血，尤其是在室内不能掉血。掉血的话呢，这个枪的等级会跟着下降一点。好，吃满了，看啊，这射的又快又多，而且呢具有穿透效果。那有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可能当年有个别的小伙伴呢，这个枪你吃满了之后，你发射这个子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拖慢。这个是因为当年的这个武器效果超越了 FC 的技能导致的。那我现在之所以使用这个武器没拖慢，是因为我进行超频的操作。这个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如果你当年把这个吃满了，真的就是拖慢了。那我为了保证视频的效果，所以说呢，模拟器我进行了一个超频。超频之后，这个游戏也更加的顺畅，尤其是你在使用满级的枪的时候。好，现在咱们就去清第一关的 BOSS 了。那后面的关卡呢，像这种支线的一些室内场景我就不进去了，一般呢都是一些道具。咱们现在武器已经刷满了，非常的强，隔着墙就能打敌人。看啊，这个手雷就显着不给力了，射程比较近。但是呢，枪虽然看起来狠，效果非常好，但是它的攻击力还是要弱于雷的。2个武器嘛，一强一弱，一远一近，也比较合理。咱们这个人物的被攻击判定是在你的脚下，你这个头啊是没有被攻击判定的，这个可以理解，因为它是一个俯视的视角。这实际的着弹的点判定啊，和咱们直观看的不大一样。好，这里就是 BOSS。这个 BOSS 想快点打的话，还是需要用雷的。后退，它的攻击的点啊，其实就在它最中心的那一个小区域，非常的小。好，拿到了火焰枪。火焰枪呢是战车的组件，有了这个火焰枪之后，就可以清掉第一关守着石门的那个脸。把它干掉呢，咱们就可以去第2区。这个游戏在2017年 NS 平台也登陆了。游戏的大概方式呢没变，但是画面更华丽了。同时呢，它应该也是登陆了 Steam 平台吧？我记着发售的时候我还看到，当时我就在想，我的天，这个系列竟然复活了，就非常的难得。因为大家知道，很多咱们小时候玩的游戏系列都消亡，你甚至什么赤色要塞啊、绿色兵团啊这种，你就玩不到小时候味道的那种。但是呢，这款游戏
iOS 平台的，你还能够玩到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啊，非常的难得。好，这里呢，咱们就可以去第2区域了。从第2区域开始，这些支线房间我就不进了啊。这个虫子呢，其实非常讨厌。打它们呢，你或者利用高低的叉，或者呢使用导弹来打。第2关咱们就只进 BOSS 所在的室内场景了。好，刚刚右边呢那个墙是可以打碎的，但前提呢是咱们拿到本关的能力，本关战车的副武器。现在使用的是火焰炮，本关呢可以打到激光炮，打完 BOSS 之后就可以拿到。这个跳跃真的是感觉不是很好操作，车的惯性太大了。掉血无所谓，因为本作的这个 P 真的非常的多。另外有一点啊，大家注意战车的2个车轱辘，它俩不是同步转动的，这可能是花纹不一样了。我呢线路就是直奔 BOSS 了，下一关也是一样，奔完 BOSS 呢就往下一个区域来去。前几关其实如果第1关我不走那些支线的室内场景的话，前3关还是比较短，但后面的关卡又比较麻烦，所以说时长就会很长了。我尽量呢给大家演示全这个路线。很多小伙伴如果现在想要通关的话，可以根据我视频当中的路线来走，这样就相当于一个视频攻略了，对吧？这种红色的应该是强酸啊还是岩浆啊，不能碰啊，碰了是掉血的，掉进去。地面还有地雷，机械的蜜蜂。好，掉血了，你马上就可以补满，非常多。哦，上面没东西了，我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强迫症。小的时候手绘过地图，做过笔记。那个不吃了，往前赶路了。到前面早晚会再打到一个 P 的，咱们掉血不多。这里应该往左走，对。第2关的长度还可以，至少比第3关要短一点。第3关很长。好，这里要下车，因为它是一个室内场景。大家注意这里我走的路线吧。我就不讲解具体的路线了，大家看就可以了。走错了的话很容易迷路的。这里非常大。那算了，我俩谁也不打谁，那就走了。H 现在吃其实没有用，它是战车的燃料。有一个枪，但是现在枪是满级的。尽量在这个状态不要掉血，掉血了枪的等级会受到影响。好了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呢可以利用暂停的 bug 来打。一个蝎子，那这个 bug 的原理呢，就是你攻击到敌方之后呢，按住暂停，你的子弹仍然是往出发射的。刚才第一下我没有定住啊，第2下定住。然后呢，当你解除了暂停之后，这个 BOSS 已经吃足了伤害，挂掉了。这个就是 bug 的原理吧。好，拿到了激光炮，激光炮呢就可以破坏一些特殊的墙壁了。
咱们往第3个区域前进。第3关，因为它这个关卡区分的呢，就是靠区域来划分，但是呢，你又可以从之前的区域到下一个区域，不对，应该是从下一个区域回到之前的区域，这样都是可以的。哎，我就想扔个导弹，怎么我自己下车了？不是要扔我自己，又不是人间大炮。我其实还是喜欢人形的状态，感觉操作手感要好一点，并且呢非常的萌。洗了个澡啊，2滴血。好，就是这里了。这样咱们才可以进来，这里就去第3区域了。这个区域是浓浓的工业风格啊，刚刚那个还像城堡呢，这里就像一个大工厂一样。好，这是咱们的3种武器。跟踪导弹、闪电和普通导弹。超频也是有一定副作用的。超频呢，有的时候会造成画面的贴图错误，有的时候呢会给你造成莫名其妙的卡顿。但是和游戏的流畅度比起来还是值的，因为你99.9%的时间是比较流畅的，但它毕竟是修改了游戏的内部的 CPU 的算力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点意外情况。好，切普通导弹了。闪电我还没给大家用过，因为我不大喜欢那个武器，一会儿有机会的吧。第3关的流程怎么说呢？地图非常大，特别大。闪电，给大家演示一下闪电。这个闪电劈的不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就不大喜欢这个武器，想躲一下还是被他咬掉了，掉了1滴血，把他清了吧，太讨厌了。第3关打完 BOSS 之后，咱们会走一大段的冤枉路，那里可能会给大家略过，另外也介绍一种避免走冤枉路的方法。这个可能很多小伙伴之前用过那个方法，就是对自己太狠了。BOSS 不远了，咱们走了一大半了吧？这个图看着是真大呀，走着都很大。这里利用导弹干掉它。它发射这些东西特别讨厌，它有攻击延时。看到这里呢，就是快了，但是这里也非常大。第1章的地图比起来，感觉只有本章的1/3啊。咱们上面的能量槽现在还是空的，一会儿打完 BOSS 呢，就不是空的了，就可以捡了。
就可以捡各种人料了。副武器其实用起来还是废得很快的，所以一般的时候我不是太常用吧，还是觉得现在的激光炮性能已经非常可以了。这个战车，过2天给大家录制一期这个战车进入马里奥世界的。敌人出现的总是太突然，所以这个游戏我感觉掉血难免，有打无伤的，怎么说呢？太耗费精力了。好，离 BOSS 不远了。第3关的这个室内场景不像第2关那个是个大迷宫，它室外场景很长，但室内场景还可以，尤其是这里。一般打速通的玩家呢，是不会考虑枪的级别的。一般这种钉板他会直接走过去抄这个近路，因为本作确实补给比较多。像这种情况直接就走过去了，进门了。这里如果咱们暂停，这些方块就重置了，但是里边的物品吃掉的这个。太猛了，这个武器啊！好 ，BOSS 战 ，BOSS 战2种打法，稳妥一点呢，你就使用你的枪打；激进一点呢，就使用雷来炸。用雷炸比较快，用枪打慢一点，但是相对安全。这几个分身都打爆了，他也就没了。好，打完呢，咱们拿到了喷射器放在车上呢，车可以向上飞行一小段距离。这样咱们出来，很多小伙伴呢会选择从这儿跳到那个坑里，这样直接人就摔死了。然后呢，接关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本章的开头，这样你再返回你的出生点，就比较顺畅了。我这里呢其实选择走回来了，但是原路返回的部分给大家略过了。就是2种方式吧，或者你走回来，中间能刷一点道具，或者呢直接死回来，就挂到第3章的开头，然后呢从第2个区回到第1个区。好，下面呢就是第4区的入口了。今天这款游戏给大家开了个头，录制了前3个区域，下期呢继续给大家录制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